你还记得客户第一、员工第二、股东第三这句话吗？这句曾经在阿里内外被视为价值观丰碑的话，现在在阿里的内部却被一句更真实的写照所取代。客户第一远不如老板第一。这是一个在阿里干了15年的老员工，在他离职前写下了一段话。这个人叫袁安，他在钉钉团队是一线的产研负责人。他写了一篇长达上万字的内部帖子，后来被员工称为阿里万言书。一夜之间，他在阿里内网刷屏，评论破万，就连马云本人都罕见地回复了他。因为这封信里写的不只是阿里的问题，更像是阿里的讣告。今天我们要做的就是逐条拆解，一条一条的拷问，到底什么杀死了那个曾经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的阿里？是所有大厂都会得的病吗？是马云的背叛吗？我认为都不是。马云的堕落是这个时代，是这片土地，这套制度和文化正在榨干所有理想主义的一个缩影。现在我们就从头说起。袁安在开头先回忆了自己刚进阿里的时候，中午去附近吃饭，大家都在的工牌，除了周边店铺给我们的员工折扣价，更多的是享受那种被尊重和感谢的美好。你可以想象一个时代，杭州的丈母娘以能嫁给阿里人为荣，因为那意味着一个人靠谱、有情有义，而不是现在只意味着收入高。而今是什么？已经不记得从何时开始，工牌已不好带了。带着阿里工牌出门，不再代表一种道德背书，而成了一种防御的姿态。这不仅仅是社会看法的变化，更是阿里自己变了。KPI 取代了理想。我们谈论的是 KPI， 是工资，是股票，是房子。客户变成了数据，用户变成了流量。这不是一句情绪化的控诉，而是真实发生在所有一线团队的日常。在产品的评审会上，没有人在谈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了，大家只在乎留存率、活跃度、日环比涨了几个百分点。你说这是商业化进程的必然？也许吧，但更本质的是一种理想主义的自我否定。我们要理解，早期的阿里其实是打着人民群众旗号的互联网理想公司，它把无数中小商户拉上了电商的快车，它是解决小微商户融资难题的工具，是打破信息不对称的利器。可当这些理想一点点被数据运营、内卷比拼、赛马机制取代时，阿里就不再是那个阿里了。我很担心我们的使命还能坚持多久，我们的意愿还能否实现。袁安这句话其实道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，当一个组织开始怀疑自己的初心，它其实已经离初心很远了。这不是阿里独有的病，是体制性的坍塌。有些人可能会说，哪家公司不是这样呢？腾讯、百度、字节都一样在谈 KPI， 都一样打内部战。但我想说不一样，阿里不是最早变坏的公司，却是最早被写进墓志铭的那个，因为它曾经在理想主义上跑得太远，现在就摔得太狠。更因为它从一开始就以文化自居，一旦文化破裂，它就不是一家公司，而是一具空壳。我们今天说阿里变了，其实说的是一个时代的精神标杆倒下了。就像你小时候听说的一句话突然被现实打脸，譬如努力就会有回报，客户第一，员工第二。突然有一天你发现这些话再也没人信了，甚至说出来都显得讽刺。这不只是阿里的事，而是我们每个人心里某种信念的消亡。
袁安在万言书中写道，真正干活的人越来越少，各种推诿拖沓的人越来越多，要么是短视的野狗，要么是躺平的白兔。这不是一句抱怨，而是整个组织运行逻辑的一种坍塌。他把阿里的员工按内部经典分法分成了3种人：金牛，稳定的产出，可靠踏实；白兔，态度温顺，能力平庸；野狗，结果导向，手段激进。袁安说，过去强调发掘金牛，清理野狗，改进白兔，但今天是反过来了，野狗横行，靠业绩冲上高位；白兔躺平，靠派系苟活；金牛反而最先被耗死，因为他们不懂包装，也不懂站队。这一变化不是小问题，而是整个组织激励机制的底层翻转。为什么野狗文化会成为主流？简单的说，是因为现在的阿里不再奖励价值创造，而只奖励价值呈现。什么意思呢？谁在报表里数据好看，谁就能晋升；谁能在季度 KPI 冲上一把，谁就有话语权。结果是谁在出成绩？是那些靠短期活动刷数据的运营大神，靠重叠口径抬指标的汇报高手，还有最可怕的，靠偷别人成果、抢锅、甩锅、演戏的人。这种情况下，诚信成为负担，真实成为拖累。于是我们看到，事前吹牛抢资源，事中倒腾刷数据，事后甩锅找理由。这就是现在被晋升机制默认的升职3板斧。而那些真正愿意长期打基础、认真做产品、听用户声音的人，早就被干掉了。因为这类人有个致命的弱点，不能在3个月内出 KPI。空降、派系、老板文化为什么越来越严重？袁安还特别讲到2个现象：空降迷信外部，每当行业火了，就大批引进所谓的行业专家，配高薪、高职级，结果他们熟悉的不是业务，而是怎么搞一套班子。有些人是把原公司那套利益链直接复制过来，而本土的老员工呢，踏实做事的人反而在新派系中失去了话语权。新人带新人，试用期员工居然已经在面试别人，这种荒诞不是个别部门的问题，而是整个组织文化早已松动。招聘的标准不是懂阿里的文化，而是关系、背景、派系。这背后的本质就是一个词：老板文化。老板文化取代了客户第一。袁安说，现在的客户第一远不如老板第一，因为老板决定你的绩效、奖金、晋升提名。这其实揭示了一个更深层的组织变异。当公司不再是一个价值共同体，而变成了一个资源争夺场，那么管理就变成了服从，组织就变成了帮派，员工就变成了投名状递交者。你只需要站好队，讨好老板，会报功，会画饼，就能混得不错。至于产品好不好，客户满不满意，甚至不重要。但我们要问，为什么阿里会走到这一步？是公司太大了吗？是 KPI 考核制度有问题吗？这些都对，但只是表层。真正的问题是，当组织内的权力脱离了责任，当晋升的路径不再建立在客户价值与长期主义之上，而是靠派系保护和短期数据的激励，整个组织就自动滑入了一个权力的丛林。也就是说，当客户第一被老板决定的时候，老板呢就成了客户，而你作为一线的开发、运营、产品，开始不再思考用户的需求，而是思考我这周的日报老板能不能看到，我这个项目老板有没有兴趣，我要不要给老板弄个红包。听起来讽刺，但这就是现实。阿里变了吗？其实是我们不再需要理想公司。我们总说大公司容易僵化，官僚是必然，但不要忘了，官僚是一种结果，更是一种妥协。在社会容错率逐步降低、企业风险高压、言论空间收紧的今天，很多公司都在走向
KPI 挂帅、派系内斗、官僚躺平，这不是阿里的错，不是管理层的错，甚至也不是马云错，而是这片土地上曾允许理想主义发芽的土壤正在一寸一寸的枯萎。一个不鼓励表达、不允许犯错、不能自省的社会氛围是不会孕育长期主义的。久而久之，我们就活成了我们最讨厌的样子，算计而不是信任，表现而不是创造。在袁安的笔下，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烂了的公司，而是一个被时代放弃的理想体制。正如他说的，文化没了，人就乱了，人假如坏了，业绩也就没有了。在组织崩坏的过程中，总有一道最后的门。在阿里，这道门原本叫价值观，守这道门的人叫做 HR。可袁安在他的万言书中写道， HR 失职，业务过程缺少制衡， HR 失信，员工惶惶难见天日。你很难想象这句话出自一个在阿里干了15年的人的之口。HR 这个本应是员工的小棉袄的角色，现在却成了老板的锦衣卫。为什么说这是文化的崩溃？因为阿里曾是极少数真正把 HR 当作文化角色来运营的大公司。在阿里过去的组织结构中， HR 不是只管招聘和发工资的行政部门，而是组织里的政委。他们陪着业务一起开会，关注员工的状态，帮你梳理职业发展的路径，也会在你遭遇不公时代表公司为你说话。你可以理解为他们不是老板的下属，而是公司文化的代言人。这是一种极其稀有的组织设定，在业务冲突和文化底线之间拉扯制衡，维系信任。但袁安说，现在的 HR 早已变了，只关心业绩，对人的关心少之又少，对价值观的关注似乎已经忘掉。你有多久没有和自己所在部门的 HR 谈过一次深入的职业交流？你还记得他们的名字吗？你真觉得他们是来帮助你的，还是在观察你的？为什么 HR 也变异了？这不是 HR 个人能力问题，而是制度性的变异。HR 在组织里的定位取决于老板怎么对待文化与结果的关系。过去阿里还相信文化能创造长期价值，而今天他只看谁能把这个季度的 KPI 打爆。于是 HR 也被迫转型，他们不再管理过程，只汇总结果。他们不再干预老板是否偏颇，而是默认老板就是规则。造成的结果是什么呢？ HR 的权威在员工心中坍塌了。员工一旦对 HR 失去信任，组织就失去了文化的纠错机制。以前员工遇到问题愿意找 HR 聊，现在是 HR 把员工的问题当成负担，或者直接推回给老板。于是所有的矛盾都变成了内部解决。但什么是内部？就是派系。同时价值观的考核也变成了摆设。袁安说，2020年之后，价值观已经是个摆设，虽然还写在 OKR 里，但没有审核，没有讨论，甚至不如日报重要。这是一种可怕的制度性的象征化。什么叫象征化？就是表面还保留着一套东西，比如我们还有六脉神剑，客户第一，团队合作，拥抱变化，诚信、激情、敬业。我们还有 OKR 打分，我们还有内部文化的宣讲。但实际上这些早就没有人信，也没有人用，更没人评估。这就像挂在墙上的毛主席语录，人人都知道它重要，但谁也不会在乎你有没有遵守它。文化一旦失效，组织就会陷入黑箱的逻辑。什么是黑箱逻辑？就是你的晋升、薪资、项目评估、资源分配不再有透明的标准，而是取决于你老板喜不喜欢你，取决于你会不会汇报，取决于你会不会做人。这时候诚信就成了负资产，拍马屁变成了核心的能力。而袁安特别强调一点，公司奖励的本应是对公司忠诚，可现在奖励的是对老板忠诚。这种忠诚是没有底线的，
甚至可以演变为互相掩护、集体包装、合谋造假。为什么我们要如此在意价值观？你可能会说，一个公司不就是赚钱吗？要什么理想？只要业绩好，何必纠结文化？但我们要明白，没有价值观的公司只能靠惩罚维持秩序，有价值观的公司靠的是信任。前者效率极低，人人防备，信息扭曲；后者效率极高，沟通顺畅，愿景一致。阿里最早的奇迹不是技术，不是模式，而是一个组织真的把普通人变成了合伙人，把团队合作变成了道德的信仰，把公司治理当成了文化工程。而现在这一切都不再重要。正如袁安写道，我们不是团结一心相互扶持着过来的，而是靠巨大的家底硬撑下来的。HR 崩坏的背后是文化的死亡，也是制度的失守。HR 的沉默其实是整个体制在告诉你，我们已经不需要你相信什么，只需要你服从什么。你努力也好，躺平也罢，老板说你可以升就升，老板说你得走就走，那员工的安全感在哪里？激励又从哪里来？没有了文化，没有了制度，没有了信任，这家公司就变成了什么？变成了一场没有剧本的生存游戏。马云背叛了初心，放弃了理想，才导致阿里今天的下场。这是很多人看到阿里万言书后的第一反应。但我要说，这种看法太简单了。我们当然可以责备马云，是他创造了阿里的文化体系，后来又默许这套体系坍塌，是他在关键的时刻隐身，让内部的拍戏割据野狗当道。但这真的是马云之罪吗？我不这么认为。我们必须要理解，这根本不是个人能左右的局面。我常常犯一个错，把体制性的问题归咎于个体的道德。马云不是没有情怀，也不是没有警觉。早在几年前，他就已经开始频繁地呼吁回归初心，客户第一，让年轻人有机会。可问题是，他已经无法再像当年那样拍桌子就能定文化，画圈子就能做战略。因为现在的阿里已经不是一家创业公司，而是一台巨大的治理机器。这个机器有庞大的中高层体系，复杂的派系博弈， KPI 驱动的资源分配，以及一整套不允许任何人随意动摇的官僚机构。重要的是，阿里早已不是一家公司，而是一种政治实体。我们要意识到，当一家中国的公司大到足以影响国计民生，影响数亿用户，它就不再仅仅是企业家的私产。从蚂蚁上市被叫停的那一刻起，所有人都该明白，阿里的命运早已被并入了国家治理的逻辑。这不是阴谋论，而是明牌的现实。阿里的数据能力、用户规模、金融触角、舆论影响力早已超越了民企的边界，而我们这个社会对边界模糊的民企是不能容忍的。所以说，阿里的改革不是马云的主动放弃，而是被收编了。你可以把这看作是一个体制自我免疫的过程。当一个企业开始拥有制度之外的能量，当它被视为可能动摇金融系统稳定的变量，当它不再是一个市场的参与者，而成了舆论的平台、支付基础的设施、数字社会的半边天，那么它就必然会被系统纠正、格式化，回归到可控的框架里去。于是，阿里的文化空间开始收紧，组织活力开始枯竭，员工表达开始晋升，创新开始让位于维稳。这个过程不是阿里自己愿意的，也不是马云能阻止的，它是这个社会在告诉所有的企业一个共识：你只有成功到一定程度，超过了就不是你说了算。阿里的蜕变是国进民退下的典型样本。你有没有发现，从2018年到现在，中国一批原本极具创新活力的民营巨头开始一个个国家化，教培行业集体被灭，滴滴、腾讯、百度纷纷被整顿，字节变得低调务实，连拼多多都换了姿态，收起了野性。这不是巧合，这是趋势。
阿里不过是最先、最大、最显眼的一个样本罢了。他的命运早被写进了中国经济治理模式的剧本里。马云不下台，事情不会不发生；马云下了台，事情照样发生。所以我们必须说，阿里的变化不是马云的失败，而是他根本不再拥有解释权。马云能做什么？他其实已经做了。袁安写的那篇万元书发出之后，马云很快在内网上留言，几句话，语气温和。袁安同学好，谢谢你那么长的信，写得很好。阿里在变化之中，祝福你，也希望你常回来看看。很温和，也很无力。你能感受到那位曾经豪情万丈拍桌子的马老师，如今只能说祝福你，说常回来看看。这不是他变了，而是他失去了讲话的权利。他只是一个被这个时代请下场的创始人而已。这不是一个人的悲剧，这是一个时代的哀悼。阿里的崩塌不是公司治理的失败，也不只是互联网模式的瓶颈，它是我们这整个社会不再需要理想主义，不再容忍冒头者，不再相信长期主义的结果。所以我说，阿里不是马云背叛了他，而是这个时代早就不再需要他了。袁安在万言书的结尾提出了7条建议：恢复价值观的考核，重建 HR 的信任，改革管理体制，公示职级绩效，减员减负减项目，弱化运营，勇敢面对 AI 时代。每一条都写得真诚、合理、具体，堪称一份组织自救清单。可是看完之后，我却有一个极度悲观的想法：这一切，阿里做不到。不是做不到技术上，而是根本没有制度和文化的空间去执行。为什么？第一，制度已固化，文化已崩盘。阿里的今天不是缺少一份正确的改良建议。袁安说的已经够清楚了。过去几年，很多老阿里人写过类似的东西，不止他一个人敲响警钟。但问题是，没有人能真正的推动这些改变。因为组织已经完成了从创业型的文化向官僚型机器的过渡。什么叫官僚型机器？就是每一项改革都要层层审批，每一个建议都要上下协调，每一个试点都要风险评估，最后哪怕提案通过了，执行的人也不会真心推动，因为执行的人就是靠旧机制活下来的人。这套体制已经养出了一代人，他们的本能是保守自保，保饭碗。所以不是你提出改什么重要，而是谁来改，用什么改，改了之后谁受益谁受损，这些算不明白就没人动真格的。第二，派系林立，改革触动根本利益。你说要去老板文化，你要搞职级公开，绩效透明，让大家都能监督上司，好，那你准备得罪多少人？在当前的阿里，中高层体系早已稳定且复杂，很多部门早就成了小王国，招人要招自己人，资源要靠争地盘，项目靠 KPI 包装，晋升靠向上管理。你指望这帮人自己动刀自宫，那是痴心妄想。任何试图重塑公平机制的改革，都将正面撞击这帮既得利益者，而他们才是阿里今天最有话语权、最能左右执行力的人。靠他们来清理自己，不如靠狼来保护羊。第三，上层政治动力不足，组织方向已定型。我们再看看最上面，是不是可以寄希望于阿里高层大力推动一场自我革命？我想说，这种希望在几年前或许存在，但现在几乎为零。为什么？因为阿里今天的组织方向早已政治化，它是一个需要可控、稳定、规矩的平台，而不是一个有冲劲、讲文化、赶冲突的组织。文化越强，组织越活，但同时也越不可控。所以最稳妥的治理方式是不需要价值观，只需要指令，不鼓励表达，只鼓励服从，不谈使命，只谈指标，
这套逻辑从国家治理到企业文化一以贯之。所以我们必须承认，阿里今天的组织模型本质上更像是一个半国企，而不是一个民企的独立体。你不能指望一家半国企去恢复理想主义创业文化，这不是能力问题，是身份变了。所以袁安的建议注定只是理想主义者的体面离别。是的，这份建议写得很好，但它只适用于一个前提：阿里仍是那个可以内部改革的平台型民企。而今天它早就不是了，它可以优化流程，可以裁掉低效部门，可以搞 AI 战略，可以提短期利润目标，但它无法再真正重启一次文化上的自我革命。阿里死了，但不是他一个死。说到底，阿里的死并不独特，他的死只是整个时代里理想主义企业的统一命运。不止阿里，新东方的教育理想也死了，滴滴的出行理想死了，字节的内容平权理想也逐渐被降温。这个时代不再需要敢想、敢言、敢冲突的公司，它需要的是稳定、可控、听话、不出格。在这样的框架里，阿里当然不能再成为102年的好公司，它只会成为一家不会出事的公司。所以我说阿里一去不复返了，不是因为它技术不行，也不是因为它管理腐烂，而是它所依赖的那套文化土壤已经被时代亲手掘出了根，而且不会再种回去了。不是马云不想，不是袁安不努力，不是员工不喊，是整个系统已经不再欢迎这种公司，这才是最深的悲剧。袁安在结尾说：“陪你15年，愿你跨世纪，阿里加油。”这句话很感人，但我知道他也明白，这更多是一种不甘的体面告别。所以我想对袁安，对每一个看得懂的人说，别有遗憾，理想主义并没有死，他只是离开了大公司，他去了另一些地方，去了小型的创业团队，去了播客、独立写作、开源社区，去了还敢说真话的人那里。阿里死了，但精神不死。真正的问题是，你还愿意相信理想吗？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，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。我是不正经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